你知道吗？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那一刻，其实是被苏联逼出来的。这不是科幻电影，也不是阴谋论，这是 NASA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真实开场。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影响全世界的机构是怎么从被迫起飞一路成长为太空霸主的。故事要从二战结束之后说起。1945年，德国战败，全世界一边在重建，一边在找谁才是未来的科技霸主。就在这个时候，苏联和美国开始了冷战，而最敏感、最关键的科技领域之一就是火箭技术。德国在战争期间其实已经搞出了 V2 火箭，可以跨国攻击，这是人类第一种远程弹道导弹，也是现代太空火箭的先驱。当德国一败涂地，苏联和美国就像捡宝一样，疯狂抢人、抢技术、抢火箭。其中一个超关键人物就是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 Werner von Braun。 美国把他带回去之后，直接安排他加入军方研究单位，也就是 NACA 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你没听错，一开始 NASA 根本不叫 NASA， 也根本不负责太空，只是研究飞机性能的航空局。但转折来了，1957年，苏联突然放出大招，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1号 Sputnik 1。你可以想象当时美国国会和民众有多震惊。等等，苏联把东西送上太空啦，那下一步会不会是把炸弹送上来？ NACA 其实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火箭推进技术了，但那时的资源被分散在空军、海军、国防部之间，进度很慢，而且受到军方权限限制，不能大规模推进太空探索。直到苏联卫星升空，政府才意识到不能再让部门各自为政了。于是政府基于 NACA 的基础和人员，通过国家航空暨太空法案，将所有太空研究资源整合，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民用机构 NASA。 于是美国政府瞬间被逼到墙角，要安全，要科技，要面子，通通不能输。隔年1958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直接成立这个全新的机构 NASA 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一场全球瞩目的太空竞赛正式开打。 NASA 刚成立那几年，坦白说压力山大，苏联那边继续领先，他们又发射了史普尼克2号，还把一只狗莱卡送上太空，成为第一个进入轨道的地球生命。1961年又来了，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功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太空飞行，而美国这边只能硬着头皮说我们马上也会上去。但在推出水星计划之前， NASA 其实已经在做一种极限试飞练习了。别忘了还有一个试飞员的传说 X-15 超音速火箭飞机，这台飞行器由 NASA 与空军合作研发，能飞到接近100公里的高度，速度高达6马赫。虽然还没进入轨道，但它已经非常接近太空边缘，堪称是宇航员的跳板训练机。事实上，它多次飞越了美国空军认可的太空人资格线约80公里，所以它的飞行员都获得了宇航员之翼徽章。后来很多水星计划的宇航员都是从 X-15 飞行员转型而来，于是 NASA 赶紧推出了水星计划 Project Mercury， 目标是把人类送上太空。但问题是谁来飞？选人比造火箭还难，并不是你敢坐过山车就能当宇航员。 NASA 的挑选标准非常严格，不仅要身体完美、心理稳定，还要会工程、懂导航、能手动修太空船。宇航员不只是飞行员，更是太空工程师、医生、通讯专家的综合体。当年第一批宇航员的筛选就像超级硬核的选秀节目，只有最强大脑和最稳心理的人才能穿上那身银色太空服。1961年，美国人艾伦·谢泼德终于成为了第一个飞上太空的美国人，但他的这次飞行是亚轨道飞行，不像苏联的加加林那样绕地球一圈。不过虽然飞得比苏联慢，但至少美国人也成功把人送上了太空，追上了。但接下来美国不想再当追赶者了，肯尼迪总统直接在国会演讲放话，我们要在10年之内把人类送上月球，并安全带回来。这句话不只是豪言壮语，而是压在 NASA 身上的超级任务。于是 NASA 的3大登月计划正式展开。第一，水星计划；第二，双子星计划；第三，阿波罗计划。水星计划解决的是人类能不能去太空的问题，
双子星计划则是2艘太空船能不能对接，能不能太空行走，这些都是登月前必须练好的技能。等到这2套技术都差不多成熟， NASA 就全力冲刺阿波罗计划 Project Apollo。 前几次任务都是测试，直到1969年7月20日，全世界都屏息以待，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启动。执行任务的3位宇航员分别是指挥官尼尔·阿姆斯特朗 Neil Armstrong， 登月舱驾驶员巴兹·奥尔德林 Buzz Aldrin， 指令舱驾驶员迈克尔·柯林斯 Michael Collins。 当鹰号登月舱成功降落在月球表面，阿姆斯特朗踏出第一步，讲出那句震撼全球的名言：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这不只是科技的胜利，更是美国在太空竞赛中首次彻底超车苏联。几十年过去了，尽管各种关于登月是骗局的阴谋论层出不穷，但无数独立的第三方证据，包括苏联、中国等国家的月球探测器拍摄的高清照片，都清晰地捕捉到了阿波罗登月舱的遗迹，以及宇航员留在月球表面的脚印和各种科学设备。这些都证明了人类的确踏足过月球，而这场胜利背后也催生了一堆意想不到的黑科技，像是超轻合金热控材料集成电路，甚至今天手机用的导航系统 GPS， 很多都是从阿波罗时代开始研发或间接诞生的。有人调侃说，如果没有阿波罗计划，我们可能还在用纸地图找路。从那一刻开始， NASA 彻底成为了太空强国的代名词。在阿波罗11号之后，美国又陆续完成了5次成功登月，其中阿波罗17号是最后一次。不过不是每一次任务都这么顺利。1970年，阿波罗13号在飞行途中氧气舱爆炸， NASA 紧急展开地面抢救。这次危机虽然险些让人丧命，但最后3名宇航员奇迹生还，也让 NASA 的工程能力被全世界称赞。一句话，能活着回来本身就是奇迹。但登月不是终点，到了1970年代后期， NASA 开始转向更长期的太空项目，比如天空实验室 Skylab， 美国第一个太空站，航天飞机计划 Space Shuttle， 重用式飞船开创新的太空运输时代，比如哈勃太空望远镜，它就像是人类在宇宙中的眼睛，直接从轨道看宇宙比地面清晰太多。它拍下了许多我们从未见过的宇宙奇观，比如被称为创生之柱的巨大气体和尘埃云，这些宏伟的星云正是新恒星诞生的育婴房。还有蟹状星云，那是超新星爆炸后留下的残骸，在宇宙中以极高的速度膨胀，色彩斑斓，充满力量感。它的每一张照片都不仅仅是图像，更是宇宙深处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还有后来与苏联合作的阿波罗联盟号对接任务，也象征冷战下难得的太空缓和。但也不能忘记 NASA 也曾有过重大挫折，比如挑战者号爆炸事件。1986年，一枚原本准备把教师送上太空的任务，在发射76秒后直接在空中爆炸，7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这一事件震撼全美，也让 NASA 被迫停飞检讨重建。但这次任务本身其实也代表着 NASA 的一种教育信念与平权象征。1983年，沙利赖德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美国女性，也开启了 NASA 推动性别多元的第一步。1985年 NASA 更安排了一位教师克里斯塔·麦考利夫参与任务，希望让孩子们从太空中上直播科学课。虽然挑战者号的悲剧让这项计划戛然而止，但这件事背后依然展现出 NASA 一个重要理念：太空探索不属于少数精英，而应该属于全人类。而另一次更严重的事故是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2003年重返地球时解体。这些悲剧虽然让 NASA 承受了巨大打击，但也推动了更加严格的安全设计与任务管理。但登月之后呢？美国人看着天上的月球，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接下来还要继续烧钱上去吗？毕竟一趟登月任务要几十亿美元，还得冒着性命风险。于是在1970年代以后， NASA 的目标从登月转向长期驻扎，而他们的重心开始放在轨道任务。于是一个新的技术主角登场了，航天飞机 Space Shuttle。 这是一种可重复使用的太空飞行器，简单说就是飞上去再飞回来，下次还能用。从1981年哥伦比亚号首飞成功开始， NASA 正式进入航天飞机时代。
整个计划持续了30年，共执行了135次任务。这段期间 NASA 做了非常多关键的事，组装国际太空站 ISS， 送出哈勃太空望远镜 Hubble， 运送大量卫星实验设备，甚至让不同国家的宇航员共同搭乘，推动国际合作。但也别忘了，我们刚刚提过，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的爆炸事故也都发生在这个时代。这些悲剧让美国社会反思， NASA 是不是太依赖政府资金，太保守，太缓慢？于是一种新的声音慢慢浮现，是不是该让民间企业也进来做太空？这时候一个你绝对听过的名字出现了，马斯克 Elon Musk。 2002年他创办了 SpaceX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开始没人当回事，连 NASA 内部都有人笑他，一个搞网络支付的富二代来做火箭，别闹了。但马斯克真不是来闹的，他先搞出猎鹰1号，失败了3次，差点破产，第4次成功发射，才终于让 NASA 开始认真考虑合作。到了2012年 SpaceX 成功用龙飞船送货上国际太空站，成为第一家完成这个任务的私企。接下来 NASA 直接宣布一项震撼业界的决定，把送人上太空的任务也外包给民间企业。你没听错，2020年5月 SpaceX 的载人龙飞船将2名 NASA 宇航员送上国际太空站，成为美国自2011年航天飞机退役后首次靠自己把人送上太空。而这次不是 NASA 的火箭，是 SpaceX 的猎鹰9号。 NASA 也从原来的独立操作单位转型成管理者加合作者的角色。简单来说， NASA 不再自己造火箭，而是向私人公司购买服务，就像打车软件一样，需要的时候就下单。所以说 NASA 在飞但不一定亲手飞了。当然除了载人任务， NASA 也没放下他最热爱的领域，探索宇宙。他们继续发射了多个传奇探测器，卡西尼号卡西尼，他在土星轨道上待了20年，拍下了土星环最惊艳的照片，甚至还深入土星的卫星土卫2和土卫6，发现那里可能存在液态海洋，为寻找地外生命提供了新的可能。新视野号 New Horizons， 它以惊人的速度首次飞越冥王星，拍下了这个遥远矮行星的爱心冰原，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它的认知。毅力号 Perseverance， 它目前正在火星上跑来跑去，甚至带着一台直升机机智号 Ingenuity， 成为火星上首次实现飞行的设备，还肩负着一个更大的使命，寻找生命存在的迹象。这台探测器正在寻找古代微生物的化石，并采集样本，未来将送回地球进行分析。这一切都在回答一个人类古老的问题：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吗？几十年前，美国空军的蓝皮书计划 Project Blue Book 曾系统性的调查过数百起 UFO 目击事件。虽然大多数事件都有合理解释，但那些无法解释的案例，至今仍是科幻迷和 UFO 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后来 NASA 也曾公开表示，他们对寻找地外生命持开放态度，并用好奇号和毅力号等火星探测器一步步揭开火星的神秘面纱，希望有一天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时还有一个超关键任务，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JWST。 这个超级望远镜是哈勃的升级版，2021年成功发射后，打开了看见宇宙诞生的全新窗口。它能看到几十亿光年之外的星系，甚至看到宇宙婴儿时期的光。大家以前以为宇宙是慢慢长出来的，结果 JWST 一看，怎么早期的星系就这么成熟了？科学家直接傻眼。韦伯望远镜不仅让科学家傻眼，它还拍下了许多惊人的宇宙艺术照，比如斯蒂芬五重星系和南环星云。它还有个超级任务，观察遥远行星的大气层。科学家们正用它分析那些系外行星 exoplanets 的大气成分，如果能发现氧气甲烷等，那将是人类发现外星生命最激动人心的证据之一。这也意味着 NASA 的探索早已超越了太阳系，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宇宙，寻找地球的兄弟姐妹。别以为 NASA 都自己搞，其实他们跟欧洲太空总署 ESA 合作非常多，像 JWST 就是欧美加3边合作的成果。此外还有赫歇尔太空望远镜伽马射线天文台火星任务，未来的火星样本回收任务也将是 NASA 与 ESA 联合进行。 NASA 早就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在变成宇宙界的外交官。
所以说 NASA 不只是送人上去，更是在拓展人类对整个宇宙的理解。而你知道吗？ NASA 虽然研究的是宇宙科技，但其实他们也用很多你家就有的品牌。手表界的登月王者 NASA 在1965年做了一次超严格的测试，最后只剩下 Omega Speedmaster Moonwatch 通过审核，它也因此成为唯一被 NASA 认证可以登月的机械表。巴兹奥尔德林带着它走上了月球表面，让它成为了第一块踏上月球的腕表。你知道阿姆斯特朗那句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是怎么传回地球的吗？答案就是 Motorola。 NASA 当年使用的登月舱通信设备就是由摩托罗拉研发的无线电发射器，它不仅传递语音，还同步传送心跳环境数据，是太空通信真正的第一通话。所以后来有人笑说，不是 iPhone 先征服世界，是 Motorola 先征服了月球。太空中的笔电代表，从1990年代开始， NASA 就选用 IBM ThinkPad， 后来是联想作为太空站笔电。他们特别改装了抗辐射、抗震防静电的版本，甚至有些型号编号里直接写着 Space Station 专用。相机品牌长期合作，登月时代用的是瑞典的 Hasselblad 哈苏相机，那张拍下蓝色星球的经典照片就是哈苏拍的。后来则与尼康、Canon、佳能合作，专门定制无润滑油、无漂浮零件的机型，能适应失重环境操作。除了专业设备，宇航员有时也会用特制的 GoPro 记录太空生活和实验，它轻巧耐用，成为太空中的一种独特记录工具。Fujifilm 和 Kodak 也都飞上过太空。Fujifilm 富士的胶卷曾被 NASA 用于太空实验的紫外线摄影，也负责拍摄部分高感度非可见光谱的成像任务。虽然不是主力相机品牌，但他们的底片可是通过了太空射线测试的专业选手。而说到 Kodak 柯达，那就更传奇了。登月任务所用的哈苏相机里面装的胶卷其实是 Kodak 的，那张全球最有名的蓝色地球照片就是用 Kodak 的彩色反转片拍出来的。此外 NASA 很多早期侦察相机航拍镜头地图绘制背后也都有 Kodak 技术支撑，所以说 NASA 不只是飞火箭的，也是一大批摄影器材杀手级玩家啊。除了相机，手机其实也上过太空。NASA 曾在2011年把2台 iPhone 4送上国际太空站，进行微重力下的导航摄影陀螺仪实验。那次任务也成为第一支上轨道的智能手机。不久后，他们又用 Google 的 Nexus S 变成太空机器人 Spheres 的大脑，让 Android 手机真的漂浮着工作。就连 Sony Xperia Z5 也参与过日本的太空自拍棒实验，测试在极端温差下还能不能 4K 录像。所以下次你掉手机别太心疼， NASA 可是拿它来漂浮在地球外面。 NASA 还测试过手机能不能在太空中当成地面控制系统的备份，但大多数手机电池在辐射环境下会快速衰退，所以目前还是做实验居多。主系统当然还是军规设备啦。再来是太空也能写字的笔，一般圆珠笔在太空会写不出字，但 NASA 用了 Fisher Space Pen 费雪太空笔，这种笔能在无重力真空高温甚至水下写字，从阿波罗时代一路用到今天。太空鞋科技也影响地球， NASA 早期开发月球靴的缓震材料，启发了后来 Nike Zoom Air 和 Adidas Boost 技术的诞生。虽然这些鞋没上过太空，但你每次踩下去的回弹感都和太空研究有点关系。太空人也想喝咖啡， NASA 和意大利咖啡品牌 Lavazza 及工程团队 Argotec 合作，做出了史上第一台太空浓缩咖啡机 Espresso。 是的，连咖啡都已经上太空了。那太空人吃什么？托提亚饼皮、巧克力汤、橘子粉，这些可不是广告植入，而是真带上轨道的补给食物。因为托提亚不会掉线，不怕融化，汤营养稳定， NASA 觉得刚刚好。再来是清洁科技， NASA 曾找 Blackdick 合作研发轻量低功耗的太空专用吸尘装置，后来竟然成为你家无线吸尘器的原型，最后是卫星通讯背后的制造商。别忘了 NASA 发的很多卫星望远镜火箭零件都是民间公司制造的，像波音、洛克希德马丁、洛克希德马丁、诺斯洛普格鲁门、Northrop Grumman 等航太大厂，就是 NASA 背后的硬体工程队。所以你别小看你身边的那些小东西，说不定他的太空兄弟已经在轨道上飞了一圈，而你可能不知道， NASA 其实也在默默守护我们脚下的地球。
它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一整套地球观测卫星，追踪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森林砍伐、飓风路径，甚至帮助农业预测收成。你手机里的天气预报、Google 地图的交通功能，很多数据来源其实都和 NASA 有合作关系。所以说，它不只是太空总署，更是地球的守门员之一。而说到未来，你一定会听到 NASA 现在最大的梦想计划 阿提米斯计划，这是一项全新的登月任务，目标不是单纯回去月球，而是建立一个月球基地，作为未来登火星的跳板。如果成功，人类将在月球上长期驻扎，并进行资源采集、深空通信，甚至练习怎么在外星生存。NASA 的愿景是先回月球，再登火星，最终探索更远的宇宙。NASA 未来甚至计划在月球轨道建造一个叫做 Gateway 的空间站，像个宇宙中继站，能让太空船在这里停靠整备，变成从地球出发再前往火星的跳板平台。到2030年代，他们希望实现人类第一次登陆火星的壮举，而这条路径将从地球去 Gateway， 再去月球，最后到火星，一步步往外推进。不过这一路当然也不简单，技术问题、预算问题、政治问题，每一样都可能让任务被延期甚至取消。但这就是 NASA 最特别的地方，它不是一家企业不为赚钱，它是人类社会愿望和科技最极端的结合体。从1958年成立至今， NASA 已走过65年，它从一个为冷战而生的政治工具，变成一个代表全人类探索精神的机构。虽然它不再是唯一玩家，但它仍然是全世界最具象征性的太空品牌。就算你不是美国人，只要你关心科技宇宙未来，你一定听过 NASA， 因为人类对太空的梦想从 NASA 开始，也将继续延伸。好啦，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有机会当一名太空人，你最想带什么上太空？手机、泡面，还是把猫咪也带上去？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这是我继续做更多好内容的动力。我们下期视频见。